我操！这难道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吗？小哥哥，鬼啊！小哥哥，帮人家杀了他吗？我教你仙法，让你修仙。别听他的，杀了这个贱人！我给你更多宝贝，比他给的还好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一辈子用不完。你们怎么不自己动手？我要是动得了，还用你来？我不信，万一我过去被你们一巴掌拍死怎么办？小哥哥，他现在没有反抗之力，你杀了他，我教你修仙，介绍仙女给你，怎么样？别听他的。小兔崽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住手！捡破烂呗，反正你们也动不了，马上就咽气儿了，东西留着也是浪费，不如给我吧。发了，发财了！小兔崽子，你连我穿过的袜子都不放过，咋的？留着冬天暖脚不行啊？你又用不上了。这破石头到底有啥用？难道是我眼瞎，没看出它的特别之处？老头儿，这破石头啥来历？平平无奇也能当宝贝？你帮我杀了他，我教你怎么用。别信他，我不仅可以教你，还可以以身相许哦。小姐姐，恩将仇报的事少做，你还是说说这石头到底啥用？这是空间法宝，只要滴血认主就能用。真的假的？别忽悠我啊！我都这样了，还能忽悠你？只要你滴一滴血在上面，它就会认你为主。哎，咋凭空没了？东西到哪儿去了？我操，这就没了？我还没问怎么用呢。原来这世上居然有仙人！修仙，我要修仙！李二狗又偷懒乱跑，羊群怕不是又被你放丢了吧？指定又去偷鸡摸狗了。你们懂个屁！我去后山找仙人了，往后我要修仙。做梦没睡醒，放羊都放不明白，还修仙？就是穷的叮当响，连红薯都吃不饱，还想修仙，笑死人了！等着，等我修成仙道，腾云驾雾，第一个把你们扔后山喂野狼。小兔崽子，你又去哪儿野了？羊都自己跑回家了，你才回来。娘，我遇上仙人，以后修仙挣了大钱，让您享福，不用种地。你个小兔崽子，净说胡话，放着羊不放，净做白日梦，看老娘不打死你这个不着调的东西！哎呀，这李二狗怕是真的疯了，还修仙呢。可不是嘛，一个放羊的野小子，没读过书，没见过世面，还想修仙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笑吧笑吧，等我修仙成功，看你们还敢笑话我，到时候羡慕都来不及。哼！明日去镇上四处打探仙人踪迹，厚着脸皮拜师修仙，实在不行就离家出走寻访仙缘。测灵根看仙缘，化神符引灵气。铁口直断，骗你是孙子！道长留步！你真能测灵根，别是忽悠的吧？贫道云游四方，专寻有仙缘之人，灵根好坏一测便知，半分假不了，比真金还真。道长，快给我测测！我想修仙想疯了，求你了，给我个机会！不妙啊，小娃娃，你这灵根是砸碎烂灵根，卑贱得很，跟茅坑里的石头似的，就算见到仙人，人家也瞧不上。道长，你一定有补救办法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只要能修仙。唉，法子倒是有，还得看你心诚不诚。心不诚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我诚，我太诚了，只要能改灵根，我给你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都行，哪怕当牛做马我也愿意。唉，
倒是有洗灵根的法子，不过得贫道亲手画引灵神符，开坛请神，把你这烂灵根洗成极品灵根。到时候仙人见了都得抢着要你当徒弟，保准你飞黄腾达。画，快画！啥时候开坛？我都听你的。没有银钱，画符上供，神可不帮你。心再诚也白搭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！道长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回家去拿。勉强够吧？看你心这么诚，贫道就破例给你画最好的神符，保准给你改个顶巴巴的极品灵根，绝不糊弄你。那现在可以画符了吗？莫慌，这村灵力太弱，得去城里灵气足的地方开坛。你跟我进城，改完灵根，直接带你去拜仙人为师。大爷来玩呀！道长，这不是不合规矩的休闲场所吗？仙人能在这地方？别是糊弄我吧？你懂个勾巴，这叫大隐隐于市。你小子能遇上我指路，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偷着乐吧。你在此原地等候，我去后院开坛画符。你就是那牛鼻子老道送来的小子吧？他拿了我2两银子，把你卖给我这里当杂役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人，好好干活，敢偷懒儿，看老娘不抽你！卖了？你有没有搞错？我是在这等仙人的，不是来当杂役的。那老道说带我见仙人，你别忽悠我。仙人？老娘还是仙女她娘呢！这楼上站着的哪个不是来寻消遣的？你个穷小子还想来这儿找乐子？哼！那老道就是个骗子，把你卖了换酒喝。你这傻小子，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，纯属缺根弦，傻得冒烟！我靠你祖宗的老骗子！祝你出门踩狗屎、喝水呛死、吃饭噎死！再嚎就缝上你的嘴，扔去喂野狗！记住了，进了我院子，只管扫地打杂，没有工钱，赶跑打断你的腿！完了，先没修成，还被卖进了风月地，日后一定要报仇雪恨！以后你就住这儿，少说话，多干活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这地方比家里的羊圈还破。几位爷，这是出啥事儿了？这么晚了，怎么抬这个人过来？哼，这女人得罪了大人物，筋骨全断，就是个废人了。把她扔在你这儿，让她好好尝尝被人糟蹋的滋味，越惨越好。要是敢怠慢，撕烂你的皮！这么美的女子，就算是废人，也能引来不少客人。爷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妥，保证好好伺候她，绝不让您失望。二狗，过来搭把手，把这个女的丢后院偏房里去。喂，你是不是仙人？你是谁？滚出去，别烦我！仙子姐姐别发火，我没有坏心思。我叫李二狗，是院里打杂役。您这身气质超凡脱俗，妥妥修仙高人。只不过一时落难被困此地，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我全都看得明白。胡言乱语！我只是个普通女子，再不走我就喊人了，让老鸨来收拾你。自身功力尽失，筋骨受损，万万不能暴露修行身份。喊人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勾栏，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会，反而会被老鸨骂你矫情，说不定还会提前把你推出去接客。普通女子这样了，绝对活不了。还有你深入骨髓的傲气，骗旁人还行，骗不了我。况且你这张绝世容颜，不知多少男人为你疯狂。仙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能帮你瞒着这里的主事，拖延时日，不让人欺负你。但你得教我怎么修仙。你现在除了我，没别的指望了吧？要么教我，要么被那些人欺负，你自己选。好，我教你，但我只有基础的炼气诀，能不能学会看你自己。另外，你必须保证，绝不泄露我的身份，帮我养伤。成交。老板，有没有给牛马接骨的药？
小子，你买兽药干啥？你家牛马腿瘸了？可不是嘛，一头母驴子发疯，腿摔了，等着药呢。药买来了。仙子姐姐，我身上的钱只够买最便宜的药，可能有点痛，你忍着点儿。无妨，能治病就行。轻点儿，你想弄死我！好了好了，仙子姐姐，现在可以教我修仙了吗？炼气诀是修仙的基础，先教你口诀：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醒来！不好意思呀，神仙姐姐，我这人有点笨。对了，有屁快放！就是我好奇你的身世，你到底是哪个仙门的？怎么会被人追杀，落到这般地步？我乃宁熙宗的圣女，此番下山是听闻大禹国有异宝现世，可刚入境便遭6人围杀，一番死战，我经脉被断，丹田被毁，落得如今下场。原来是修仙宗门的圣女，难怪一身好骨，教我的法门也格外神妙。仙子姐姐，你看清追杀者的样貌了吗？他们是什么来头？是仇家吗？众人皆戴面具，刻意变声，我分辨不出来历。我与他们素无恩怨，实在想不通为何要下此狠手。无冤无仇，难道是贪图你身上的宝物？下山时我刻意轻装，未带任何贵重物品，贴身玉簪也在缠斗中遗失。若只为求财，他们断不会废掉我的修为。那不是劫财，难道是劫色？放肆！我冰清玉洁，他们虽对我下此狠手，却从未有过轻薄之举，休得胡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仙子姐，我随口乱说的，你别生气。不是仇家，不为劫财，也不为劫色，奇怪。目标或许从不是财物与我本人，而是宁熙宗圣女这个身份。仙子姐姐，你想到什么了？是不是知道那些人是谁了？还不确定，只是想到了一种可能。等我恢复修为，一定会查清楚此事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修为？我一定帮你。只要有1级疗伤丹，接骨续筋不算太难，但想要重塑丹田，需要稀释天材地宝。以你凡人之身，算了，你还是好好修炼吧。仙子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攒够钱，给你买到1级疗伤丹，咱们一起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仙子姐姐，我这身子总觉得差口气，到底咋才能突破啊？你资质本就平庸，能摸到门槛已是万幸。突破的契机无非3样，要么是灵气充沛的洞天福地，要么是一颗聚气丹。那只剩激发身体潜能了，这法子咋弄？因人而异，没有定数。有人靠登高涉险，有人靠吞服奇草，有人靠外力淬体，说不准的。大爷，我逛窑子还要给钱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嘿，哪来的野汉子，敢在老娘的地盘撒野？提起裤子就想走，来人，把这狂毒拿下！给老娘上，跟他打！打赢了，老娘赏你；打输了，看我不刮了你的皮！好汉爷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不打打杀杀的，伤和气。咱文斗，不比拳脚，就扳手腕，谁赢了听谁的，咋样？你个小杂碎，也配跟我文斗？找死！有点爽是怎么回事？有点力气，倒是能扛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没吃饭啊？力气这么小，挠痒呢？服了，服了，你小子不是人。这2两是我的赔打补偿，把我伤成这样，总得有所表示。什么赔打费？这都是院里的钱，轮得到你拿？哼，赏你的，这次算你立功了。你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和人打架了？嘿嘿，仙子姐姐，挨打虽然疼，但浑身筋骨特别舒坦，就像被锤炼过一样。你这小子天生剑种不成，挨打还能觉得爽？说不定
挨打就是你的突破契机，你快运起炼气诀，运转1周天试试。成了，仙子姐姐真的成了，挨打真的能淬炼身体，帮我突破。我成了，我是仙人了。你现在正式踏入炼气1期，算是半个修仙者了。仙子姐姐，炼气1期之后还有啥境界啊？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，每个大境界又分10个小境界，再往后的境界我也不知道了。我当初也才刚到金丹期。那仙子姐姐，咱们在哪儿啊？这地方灵气也太稀薄了。此地属于真武大陆，我们脚下的大禹国位于大陆最北端，灵气最为贫瘠。在这里能修成炼气期，已经算得上一方小高手。这么说，老子在大禹国也算个高手了。仙子姐姐，你以前待的地方灵气咋样？宁熙宗在大禹国以南2万里，宗门灵气虽尚可，但元婴修士已是坐镇数百年的老祖。传闻大陆最南端存有通往天界的通路，只是从古至今无人能够抵达。天界那岂不是神仙待的地方？等以后咱们一路南下，也去天界开开眼界。李二狗，现在你是修士了，可以探入神识去查看里面的东西了。发了！老子这下彻底发了！没出息，就知道金子。扶我坐起来，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用的东西。把那块令牌拿过来。这是合欢宗外门执事令牌。合欢宗？那是什么宗门？旁门左道，主修双修邪功，行事卑劣，被所有正道宗门唾弃。日后遇上该宗门之人，务必远远避开，切莫招惹。仙子姐姐，你看这些小瓶子，绿色的是疗伤丹，正好对症我的伤势；其余是聚气丹，能辅助炼气修士提升修为，刚好适合你。你刚突破炼气1层，根基尚未稳固，现在服用丹药极易撑爆丹田。我都成炼气修士了，怎么还是感应不到钻进我脑子里的那块空间石？高阶空间石需要足够神识才能感应，等你突破至炼气2层，神识变强，自然就能感知到它。如今我有修为，有银两，咱们是不是可以离开勾鸾了？不行，我筋骨尽断，需2个月时间吸收疗伤丹才能重新站立。另外，追杀我的仇家眼线未必撤走，合欢宗也并非善北，现在贸然离开太过危险。放心，这2个月有我护着你，我白天继续淬体攒钱，晚上刻苦修炼，早点突破，早日陪你南下。李二狗，死哪儿去了？赶紧出来待客！一文钱一拳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刚歇会儿又要挨打，真是命苦啊！去吧，挨打淬炼筋骨，对你修炼大有裨益。诸位见谅，打扰片刻。画中之人是我合欢宗外门执事杨国老，半年前在大禹国失联，但凡知晓下落者，赏银100两；若是知情不报，一经查实，死罪论处。杨磊，不就是半年前死在村子后山的那个老东西吗？看这衣着打扮，还有这口气，应该是南方的宗门弟子。合欢宗好像是男女双修的宗门，怎么跑到咱们大禹国来了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被听到了。没看到人家说知情不报，死罪难逃吗？不好，难道被发现了？小人只是打杂的，什么都不知。我还以为是炼气修士，原来只是个沾了点灵气的废物。师兄，没啥，就是个身上沾了点微弱灵气的凡人，不值当。3日之内，若有杨执事的消息，可到城南悦来客栈找我们。逾期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娘嘞，这修士的掌也太狠了！往日里挨多少打都没事，遇上仙掌就撑不住，白白让我少赚一笔，损失就从你私藏的赏钱里扣。你被何人所伤，伤得这么重？是合欢宗的人被拍了一掌，这是灵力造成的内伤，寻常药物无用，快取出疗伤丹服下。
不疼了，伤势恢复大半，这丹药也太神了。你的体质十分特殊，等回到宁熙宗，我请教宗门老祖帮你看看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先把伤养好。合欢宗的人还在城里，咱们现在得小心点，继续在这儿苟着。还有，以后合欢宗令牌别拿出来了，估计是被秘法探测到了。合着是我自己把麻烦引来了。记住，往后令牌储物戒一律妥善藏好，绝不能再外露，否则我们2人都性命难保。不如我们连夜逃出县城，躲进深山，他们根本找不到。跑，现在跑就是自寻死路，一出门立马就会被盯上。那咱们就干等着，任人拿捏。你现在什么修为？炼气1期，真打起来，人家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你这么说，我很没面子的。面子换不来性命，我传你一套逃命身法。逃命的身法，这个我学，有命在才能赚钱糊口。李二狗，赶紧出来！皇夫人点名让你按摩，再偷懒我打断你的腿！来了来了，二狗过来，给姐姐按按肩。好嘞，皇夫人。二狗啊，你听说没？最近县城里不太平。啥事儿啊？出了个采花大盗，专挑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下手。是啊，二狗哥，昨天城西张老爷家的小姐就被那采花贼盯上了，吓得哭了一整夜。这么猖狂，官府不管？管？怎么管？那贼滑得跟泥鳅似的。说起来，姐姐我也不差呀，怎么那采花贼就看不到我这花容月貌呢？夫人您长得这么好看，是那采花贼没眼光，配不上您。哼，皇夫人，那是采花贼眼瞎，您这姿色，那些黄毛丫头比得了？那贼要是有眼光，早就奔您来了。就你嘴甜。不过说真的，那些小姐被下了迷药，晕乎乎的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夫人，您小声点，被人听见不好。合欢宗的打不过，硬拼不行。现在有飘苏不能跑，若是配上迷药毒药，自保就稳了。皇夫人，您说那采花贼用的是啥迷药啊？你问这个干啥？你还想学采花啊？哪能啊！我就是好奇，听听故事，听听故事，长长见识。二狗哥还挺细心，不过那迷药挺吓人的，听说闻一下就晕倒。娘呢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疼得直不起腰，怕是昨天受凉了。我去药房抓2副药，马上就回来。哼，快去快回，别耽误干活。敢偷懒耍滑，撕碎你的皮！掌柜的，你这儿有迷药不？大哥，你要迷药干啥？你不会就是城里的采花贼吧？你小子胡说八道啥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就是帮别人带的。我家主子晚上怕有贼，买包迷药防身，懂不？我这是正经药房，不卖那种阴毒玩意儿。你快走，再不走我报官了。就是采花贼最可恶了，我们才不卖给你。哼，这是金叶子，实打实的足金。掌柜的，我不白拿你的东西，这一片金叶子换你最好的迷药，够不够？不够我再添一片。跟我来后堂，小石头看好店，别让外人进来。小伙子，你可别害我。这药我只给你1次，下次你再来，我可不敢卖了。放心，就这1次，绝不会连累你。这叫迷仙散，闻一下就倒，半炷香醒不过来。就算是炼气期的修士，不小心吸入，也得晕片刻，足够你跑路了。好东西，够劲儿！掌柜的，你太够意思了。这个送你了。这是啥？就算是修仙的，中了也救不回来，死人都能毒得投不了胎。仙子姐姐，我回来了。你要用毒对付合欢宗的人？掌柜的说，这丹顶红沾一点就死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还有这迷仙散，到时候合欢宗的人再来，保管把他们迷得晕乎乎的。没出息的东西，连个药都拿不稳，还想用来对付别人？我这不是太激动了吗？这迷药对付炼气期的修士勉强能起效，但丹顶红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用。小的，我就是先备着。仙子姐姐，你教教我怎么撒药才准？你先在食指的指甲缝里藏一小撮迷药，把灵力灌注到指尖，然后指尖轻轻一弹，
药粉就会成团的飞出去。指尖运气，控制好力度，瞄准对方的口鼻，记住，一定要快，别给对方反应的时间。你是不是傻？练的时候不知道先用点尘土练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有点晕。看来这玩意儿是真管用，以后对付合欢宗的人绝对一撒一个准。李二狗，赶紧出来干活，再磨蹭，老娘打断你的狗腿！来了来了，宝娘，我马上就来。把这坛酒送到城南悦来客栈，给302房的客人。记住，态度好点，别惹客人不高兴，不然回来我扒了你的皮。悦来客栈，那不是昨天合欢宗那2个弟子说的落脚点吗？宝娘，我肚子疼，跑不动路，要不让别人去。肚子疼？我看你就是懒病犯了。这客人身份不一般，要是误了老娘的生意，我把你卖去挖矿！别，宝娘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哼，赶紧去，快去快回，黄太太马上就要来了。娘的，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？站住！仙长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前日我就觉得不对劲，你一个普通杂役，怎么可能扛得住我一掌？你根本不是凡人，是炼气修士。仙长，天大的误会，我就是个杂役，身上傻立的，估计是沾到了仙长您的仙气。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我看你和杨国老的死绝对脱不了关系，别想混。干我的娘呀！仙长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君子动口不动手。还敢躲？你撒的是什么？老子怎么浑身发软？娘得吓死小爷了！还好这迷药管用，不然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。让你打我，让你追我，小爷我可不是好惹的。有迷药在手，就算你是仙人，也得栽在我手里。我靠，这玩意儿就是个火药桶，谁爱要谁要。原来是同道中人啊！这人晕在这里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肯定会找我麻烦。杀了也不行，杀人偿命，我可不想蹲大牢。那就把他藏起来，让你追我，老实待在麻袋里，好好反省反省。让你追我，现在被套麻袋了吧？等你醒过来，小爷我早就跑远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赵伟想抓我，但是被我迷晕了。我还从他身上摸到了10几两银子，是不是很厉害？你闯大祸了，等他醒过来，就会来勾栏报复你。这里再也待不住了。那怎么办？仙子姐姐，咱们现在跑还来得及吗？现在不能跑，你背着我一出去就会被发现。如果再招惹上我的仇家，咱们就死定了。趁这段时间，你赶紧把剩下的聚气丹吃掉，争取突破到炼气2期。我再教你一套简单的防御技法，到时候也能多撑会儿，找机会脱身。遇到攻击，先护住丹田和胸口，这2个地方是要害，用灵力包裹住身体，能抵挡一部分攻击。实在不行，就撒迷药，趁机用飘速步跑路，保命最重要。赶紧突破到炼气2期，学会防御技巧，不然真的要完蛋了。二狗哥，不好了！前天来的2个修士又来了，说要找一个勾栏的杂役算账，要是找不到人，就把勾栏的人全都杀了。来了，这么快？别慌，先躲起来，看看情况。你怎么了？一定是吞丹太多，灵气暴走了。完了，要是李二狗暴体而亡，我也必死无疑。这里竟然残留着极为紊乱的灵气波动！李二狗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好得很，竟敢跟我藏猫猫，给我碎！你敢骗我？人呢？县长饶命啊！我没有骗你，他真的住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李二狗到底在哪儿？再敢撒谎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不知道。找死！师弟，别跟他废话，这院子里的人肯定知道内情。好，搜，咱们把勾栏所有房间挨个搜一遍，但凡敢阻拦或者知情不报的，杀无赦。
我竟然让他跑了！师兄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杀了不少凡人，若是引来官府或者其他修士会很麻烦。那小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们先回去守着，他迟早会现身。你刚才是不是体内灵气暴走，然后灵气被什么东西吸走了？灵气被吸光后，我识海里的黑石头越来越亮，再睁眼就在这里了。这是神石，能容纳活物，还能自主汇聚灵气。这种宝物，整个修仙界闻所未闻。一旦被外人知道你体内有这等至宝，他们一定会杀了你，取走神石。那怎么办？仙子姐姐，你快帮我把它拿出来，我不要了。晚了，这神石已经认你为主了，除非你死，否则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它。仙子姐姐，你会不会也杀了我，取走这块石头？我现在修为尽失，杀不了你。只要你以后乖乖听话，等我修为恢复了，我就不杀你。口说无凭，你要跟我拉钩发誓，从今以后你绝对不会伤害我，更不会抢我的宝贝。我苏清瑶以自身道心起誓，此生只要李二狗不轻薄于我，不做伤害我的事，我便绝不伤他性命，不觊觎他体内至宝。若违此事，道心尽碎，修为尽废。仙子姐姐，你刚刚动了。我的伤势竟然在进入神识空间、道心立誓后有了明显的好转。仙子姐姐，我好像没升级，但神识变厉害了。神识本就和修为挂钩，正常炼气初期，神识范围不超过3丈。你闭上眼睛，放开神识试试，看看能看多远。你敢用神识偷看我？仙子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试试神识，不小心就看偏了。我警告你，再敢用神识乱看，我挖了你的眼睛。修仙界藏龙卧虎，你这点微弱神识，只要敢偷看，一准被人察觉，轻则挖眼废功，重则身死道消，到时候没人能救你。仙子姐姐放心，我以后打死都不用神识乱看了，顶多用来看看路，绝不多看别的。仙子姐姐，老鸨重伤，阿才死了，外面死了好多人，还有一些姑娘躲起来了。那2个合欢宗的杂碎已经走了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。他们现在应该在城里四处找你，找不到，迟早会再回来。万一他们就在勾栏外等着我们，一出去就撞上，那不是送死吗？勾栏里那么多姑娘的衣服，你个子不高，身形又瘦，扮成姑娘不说话，谁能看出来？好主意，仙子姐姐，你太聪明了。那你呢？你跟我一起出去。这里灵气充盈，正好适合我调息恢复伤势。你出去后赶紧出城，找个隐蔽的地方先躲起来，少说话，别露馅儿。遇到有人盘问，就装害怕，低头躲着走。仙子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保证不拖后腿，顺利出城。别叫，你想害死我？李二狗，都是你害老娘被县长打成这样，害我勾栏死了这么多人！你必须跟我去见县长，给县长赔罪，不然我饶不了你！瓜婆娘，仙人打了你，你不找仙人报仇，反倒来找老子撒气。老子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李二狗也是仙人。你再敢对我大呼小叫，我就让你跟勾栏的那些死人一样！呸！没用的老东西，骂2句就晕了，活该！阿才，对不住了，没能救你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，别再做这种苦差事，也别再遇到修仙者了。谁？二狗，怎么是你？我还以为是那些仙长又回来了。那些杂碎已经走了，我来借你一身衣服。二狗，你是不是担心我，特意来安慰我的？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有你个屁！你发什么浪？老子是来借衣服的。就这套了。二狗，你猴急啥？刚刚嘴上还说没有我。你别想歪了，老子要化妆出城。妈的，这衣服怎么这么别扭？喂，小红，过来，给我把头发梳一下。凭什么给你梳？这是我最好的一套衣服，你说拿就拿，还想让我伺候你？给我1两银子，不然免谈。1两银子？你抢钱呢？最多1000银子。
1000，李二狗，你也太抠了！这可是我最值钱的衣服，最少也要8000，最多2000，多1分都没有。你爱伺候不伺候，不伺候我就自己输，大不了输的丑点，被人认出来，死了也拉上你垫背。行，2000就2000，不过你得先把银子给我，不然我不伺候。你这头发也太乱了，梳都梳不顺，还有你这脸这么黑，就算化了妆也好看不到哪里去。少废话，赶紧梳，别被人认出来就行了。勉强还行。走了。李二狗，你以后可别再回来了，这里再也容不下你了。站住！检查！妈呀，长这么丑，晚上出门想吓死个人啊！快走，快走！谢谢官爷。终于逃出来了。有人跟踪我，是那2个合欢宗的杂碎，还是其他斗士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小娘子，别害怕呀，哥哥就是看你一个人，长得又这么清秀，怕你遇到危险，你不如就跟着哥哥，哥哥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比你一个人乱跑强多了。我不用你管，你再跟着我，我就喊人了。喊人？哼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也没人来救你。看到没？这里面是迷魂药，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听话；要是不从，哥哥就把你迷昏了，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别过来，我从了你还不行吗？那就对了嘛，早这样，哥哥也不用动粗。不过我得先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县城里的采花贼？不错，哥哥就是采花贼张老三。不过你放心，哥哥疼人，不会亏待你的。是就好。你那破迷魂药也太老套了，今天小爷让你尝尝连仙人都能放倒的迷仙散。哼，还采花贼，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在小爷面前嚣张？不错不错，又赚了几两银子，还有一把匕首，也算没白忙活。上次我没杀赵伟，结果惹了大麻烦，还间接害死了阿才，这次不能再心慈手软了。罢了罢了，小爷还是下不了手，但也不能就这么放了你，不然你醒过来又去祸害别人。就算你醒过来，别人看到你脸上的字，也知道你是采花贼，肯定会把你抓起来。出来的时候没跟娘打招呼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急成啥样了。走，回家看娘去。哟，这不是李二狗吗？怎么跟着道长修仙这么久，回来了？找到仙人了吗？修成仙术了吗？是不是能飞天遁地了？二狗不是去修仙了吗？怎么还是这副穷酸样子？我看他就是吹牛，根本没找到仙人，灰溜溜的回来了。怎么被我说中了？没话说了？我就说嘛，一个放羊娃还想修仙，简直是白日做梦！王婶子，你家二狗子回来了！你说啥？二狗子回来了？李二狗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这半年死哪里去了？要死死远点，别回来气我！我让你跑，我让你不回家，我让你害我担心。娘，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想我？你要是想我，就不会跑出去这么久不回来。我看你就是翅膀硬了，不想管我这个老娘了。这不是李二狗吗？终于回来了，还说去修仙，我看就是去城里混日子了。你看他这副样子，还是穷酸的很。走，跟我回家，等老娘歇口气，回家再打。不把你这腿打断，老娘王字倒着写。你个小兔崽子，给我老实交代，这2年你到底在城里做什么了？
娘，你看，这是我这半年挣的钱。这得有10几两吧？二狗子，你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你可别在外边做什么坏事。你爹和你哥都在军营里当差，你可别给他们丢人。娘，你放心，这都是我在外边做工挣的工钱。做工？你一个字儿都不识几个的放羊娃，做什么工能挣这么多银子？我在沟廊里做杂役，平时除了干杂活，还会给那些富婆们捏捏腿、做做按摩。那些富婆们给的赏钱特别多，不知不觉就攒了这么多。二狗子，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做工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是不是他们逼你去的？娘，你别担心，没人逼我，那些富婆们都很喜欢我，还给我赏钱。我在那里过得可好了，一点都没受委屈。你小子可别骗我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去找他们算账。知道了，娘，我不骗你。仙子姐姐，我回来了。这是我晚上藏好的，你快吃点吧。你出去这么久，出了县城了吗？出城后，我遇到了采花贼，用迷仙伞放倒了他，但是我还是下不了手杀人，只在他腿上刺了一刀，写了采花2个字就回家了。李二狗，你又犯了妇人之仁，上次你没杀赵维的后果忘了吗？我知道错了，仙子姐姐，我就是下不了手，我从来没杀过人。你要记住，你是修仙者，以后要走的路充满了危险。这次你没杀那个采花贼，万一他醒过来认出你，或者查到你的身份，找到你的家人怎么办？到时候你的娘亲就会跟阿才一样死于非命。是啊，那个采花贼要是醒过来，肯定会报复我。要是找到我的家里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仙子姐姐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我一定斩草除根，绝不心慈手软。我不能让我的娘亲受到任何伤害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修仙之路本就无情，想要活下去，想要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，就必须狠下心来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待在村子里吧？我准备在村子里休息3日，好好陪陪我娘。等陪完我娘，我们就往南方走。一方面去你的宗门找你们老祖，想办法恢复你的修为；另一方面，我也想去南方找找机缘，提升自己的修为，做个长生不老的仙人。也好，南方灵气比北方充盈，机缘也多，确实适合修炼。不过南方也藏龙卧虎，到了那儿一定要低调，不能轻易暴露空间石的秘密，不然只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小的，仙子姐姐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机灵点。全村人注意，村长有要事宣布，所有人都到晒坛集合，不准缺席。这大清早的敲什么敲，吵死人了！娘，这是咋了？谁在敲锣？谁知道呢？估计是村里有啥急事儿。快起来，别磨蹭！村长让集合，不敢不去。这大清早的，村长召集我们，到底有啥急事儿？谁知道呢？看着锣敲得这么急，怕是出大事了。各位乡亲，南边的金龙国出动了100万蛮兵入侵我们大禹国，边境已经告急。年满15岁的男丁都去，这去了还能活着回来吗？我家娃才15岁啊，还没成年，怎么去当兵？我可是要修仙的人，怎么能去当兵？安静，都安静！王铁蛋、李石头、张建国、李狗，出列！军爷饶命啊！军爷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家已经出了2个男丁了，求您给李家留个种，别让李家断后啊！你这种情况，朝廷也有政策，可以去教坊牙坊选一个女子做媳妇儿，1个月后再去郡城军营报到。若是到时不去，别说李狗，你们一家人全都要被打入奴籍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谢谢军爷，谢谢军爷，我们现在就选，我这就跟你们去县里。这是选席文书，拿着，跟我们去县里教坊牙坊凭文书挑选。二狗子，今天我们就去县里选媳妇儿，去晚了，好的都被别人挑走了。绝对不能去县城，万一在县城遇到那2个合欢宗的杂碎怎么办？娘，我不去，要去你去，我就在家里等着，你帮我选就行。
你这小兔崽子，选媳妇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不去怎么行？我不去，要去你去，你帮我选就好，我相信你。行吧，娘帮你选，不过你可得跟娘说清楚，你想要个什么样的？娘，我要身材好的，长得好看的，最好是像勾栏那些姑娘一样，白白嫩嫩的。长得好看能当饭吃，能生娃，能干活，老娘肯定给你选个满意的，保证能生大胖小子。你的任务就是这1个月里让他怀上李家的孩子。小的，大壮娘，大壮，桂香妹子，你们也刚从晒坝回来，也要去县城选媳妇儿？是啊，不如我们结伴一起去，互相有个照应，也能多挑挑，选个好的，一起去。几位，你们慢慢挑，看中哪个跟我说一声就行。娘，我要选他，我就要选他。你眼瞎呀？你看他细皮嫩肉的，娶回家就是浪费粮食。我们要的是能干活能生娃的媳妇儿。是啊，大壮，你娘说的对，这姑娘是好看，可不中用啊。过日子还是得选个结实的，能帮衬家里的，不然你以后有的受。选中用的，那你怎么不选这个给你家二狗？你看他，屁股大能生娃，身材大能干活，刚好配你家二狗。哎，大壮这话说的对，这姑娘好啊，身材魁梧，一看就有力气。这样的媳妇儿，这样事儿娶回家，既能照顾家里，又能帮衬农活，比那些娇滴滴的姑娘强多了。张三小哥，我选他，就选他了。好嘞，这位大娘好眼力。大娘，这姑娘叫王翠，是普通人家的姑娘，农活样样精通，就是年龄大了点，今年20岁，饭量大了点，所以一直没嫁出去，被官府强行送来配婚的。还是你下手快，我也想选这个。大壮娘，对不住了，这姑娘我先看中了。二狗子，快来看，娘给你选的媳妇儿怎么样？二狗哥哥，这就是娘亲给我选的媳妇儿，这哪里是媳妇儿，这分明是一头母牛啊！二狗怎么？娘给你挑的，满意不？娘，你看他那胳膊比我大腿都粗，这要带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娶了个男人回家呢。你懂个屁！个子大有力气，屁股大能生娃，能干活，能种地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媳妇儿，你娶也得娶，不娶也得娶。娘，我错了，我娶还不行吗？知道错就好，给老娘待在屋里，培养感情。他不会翻身把我压死吧？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进来了？仙子姐姐，我娘给我选了个母牛当媳妇儿，长得比我还壮，呼噜声比打雷还响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不过1个月后，我要去南方郡城军营报道，有机会的话，咱们就去找你的宗门。不急着去宁熙宗，先去军营，免得你全家都成了奴籍。慢慢来。他怕李家断后。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，可也不能选个那么壮的呀。我感觉他一巴掌能呼死我。修仙者越修越无情，趁现在你多尽孝，不要让他有遗憾，也不要让自己后悔。娘亲虽然脾气暴躁，可都是为了我好。王翠虽然壮了点儿，但也很有安全感，或许相处久了就好了。仙子姐姐，我知道了，这1个月我好好陪娘亲，不让她失望。翠儿，歇会儿吧，早饭都好了，先吃饭。娘，我不忙，等喂完这些猪，娘问你个事儿，昨晚你和二狗子有没有？娘，相公昨晚许是累着了。什么？李二狗这个小兔崽子，他反了天了！李二狗，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！给你找个媳妇儿回家，你就让人家独守空房，你是不是个男人？娘，疼！你放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太累。累？你累个屁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是不是看不上翠儿？不是，娘，我没有看不上王翠，但是这又不是圈里的公猪配母猪，凑一起就能成，总要先培养感情吧。算你小子会说话，你赶紧起来，
带着翠儿去后山放羊，培养感情。要是敢欺负她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小的，娘，我一定好好培养感情。相公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没有。相公，你先逃，我来挡住他们，别让他们伤到你。长这么大，除了娘亲，从来没有人愿意这么护着我。翠儿，你别害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哈萨给！相公，你没事吧？别害怕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我操，这么猛！相公，今晚加餐，给你补一补身子，得多吃点儿，才有力气干活。恐怖如斯，我和他完全就是1-9开啊！他一拳我下9拳。二狗子，娘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回来。上了战场，别逞能，别拼命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了，娘也没法活了。那些富婆客人赏的，够你和翠儿省吃俭用10年了。娘知道，娘知道。你在外头千万保重，别舍不得吃，别受委屈。翠儿，我走之后，你好好照顾娘。要是你怀上了，男孩就叫李修，女孩就叫李仙，记住了吗？相公，我记住了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，我和娘等你。二狗子，大壮没出过远门，脑子一根筋，你在路上多照看他点儿。要是他不听话，你就替我揍他。放心吧，婶儿。小伙子，你这同伴长得人高马大，一看就有力气。那是，我在我们村一个能打3个，一般的小毛贼进不了我身儿。好样的，我们一起上山，正好相互有个照应。是啊，小伙子，这龙门山可不太平，多个人就多份保障。各位大叔放心，大壮确实厉害，有他在，保准没问题。你们要是不请镖师，就这么上山，多半是回不来的。老板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土匪还敢硬来？你们可别小瞧山上的土匪，足上百号人，个个带刀带棍，连官府的人都不敢轻易招惹。没镖师护着，你们一上山就会被他们绑走，钱货抢光不说，家里不拿钱来赎，就把你们拉去矿上当奴隶，一辈子都别想出来。官府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土匪横行？慎言，多的我不敢说，你们懂的。老板，怎么找镖师？多少钱？我们请。1人1两2钱，保你们顺顺利利过山，绝不让土匪伤你们一根头发。二狗子，那可是1两2钱，咱种1年地也挣不到这么多。你没听见老板说，土匪不光抢钱，还卖人？就你这身腱子肉，拉去矿着当奴隶，最少能卖2两银子，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。我没钱，我娘就给了我5钱银子。行了，谁让我们是一个村的，谁让你娘让我照顾你。你那份我先垫着，到了军营发了饷银，你再还我，可不许赖账。谢谢二狗，我肯定还你，绝不赖账。你们稍等，等人凑够10个，镖师马上就来，不会耽误你们赶路。3位镖师大人，人齐了，可以走了。镖师大人，人齐了，就拜托你们了。二狗，这地方好吓人，真的有土匪吗？别说话，跟着镖师走，少惹事。冲啊！把他们都围起来！二狗，真的有土匪，好多，不会劫色吧？交过钱的站到我这边来，没人会伤你们。把钱交出来，还有值钱的东西全都拿出来！别藏了，搜出来，打断你的腿！冷苗头，现在行情涨了，上面要的钱也多了，
让他们每人再交1两，大家都有饭吃。不然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每人再交1两银子，不交我们就不管了。到时候丢了什么都跟我们没关系。果然彪匪一窝，摆明了是连环坑。拿去。放行。大人，我们是来报道的新兵李狗、王大壮。去新兵营报道。仙人，军营里的兵都在这儿了，您随便测试。赵薇怎么会在这里？把那个第3排最后的那个兵叫出来，本仙要单独测试他。是，仙长稍等。我要是跑了，娘和王翠怎么办？赵薇肯定会迁怒我的家人。狗哥，您请，仙长要找您单独谈谈。这侍卫长怎么这么客气？难道以为我是什么大人物？行，带路吧，哥跟你走。哈哈，赵维，这次看你还往哪儿跑，给老子晕！我操！你居然戴口罩！你作弊！李二狗，你个杂役！没想到吧？咱们又见面了！今天老子就要取你狗命，报上次的仇！我操！怎么把他也带进来了？这仙姐姐！痛！我的手！我怎么没事？难道……唉，仙子姐姐，打扰你休息了。这货追着要杀我，我一不小心就把他带进来了。赵兄，你没吃饭吗？刚才那一拳怎么没用力啊？还把自己弄伤了？你这练气3期也太菜了吧！你对我施了什么邪术？我的修为呢？我的灵力呢？小心！就这，赵伟，你行不行啊？打我跟挠痒子似的，还把自己弄骨折了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正好你这会儿进来了，你看那边，你之前买的物资里有大米撒在地上，没想到居然发芽长大了。这空间也太神奇了吧，还能种庄稼！要是再多种点儿，以后老子就不愁饿肚子了。这里能种出庄稼，说明地下有水。我正等你来帮我挖一门井。我是什么天生的劳碌命吗？这里不是有一个免费的苦力吗？喂，死了没有？没死就吱一声。给老子听着！就在这挖一口井出来，挖不出来，老子一锄头砸死你，再扔出去喂狗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巴掌拍死你！狗哥，我把井挖好了，你能放我出去吗？你知道了老子的秘密还想出去？做梦！我告诉你，要么老老实实给老子当苦力，老子还能让你有口饭吃；要么老子现在就一锄头敲掉你的脑瓜子，选一个！我的苦力，我马上就挖井，求你别杀我，求你了！好你个李二狗，今日之辱我赵维记下了，只要老子有机会出去，一定让你不得好死！你心里那点小九九，老子清楚得很。敢耍滑头，老子饶不了你！神仙姐姐，平时就麻烦你帮我监视着他，别让他耍什么幺蛾子。仙长，您在里面吗？坏了，外面的人要是发现赵维不见了，肯定会到处找。仙子姐姐，求你个事儿，就帮我这一次。何事？我把赵维这货迷昏，等会儿咱们一起出去，你就装作仙宗长老，说他是宗里犯错的弟子。我再把你和赵维再收进空间，假装是你带他回宗门受罚，这样就没人怀疑我了。你就不怕空间时的秘密暴露？我也没办法呀，外面的人要是找不到赵维，肯定会追查我，到时候我娘和王翠就惨了。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我帮你这一次。出去。可以了。进来吧。仙长，您可算应了，吓死小的了。吾乃仙宗长老，我这不争气的弟子犯了错偷跑出来，我来带他回去受罚。
这位小兄弟，刚才这屋里发生了什么？仙子大人都对你说了些什么？我刚进屋就看到仙子姐姐站在这儿，外面那位仙人一进门就跪在仙子姐姐面前，之后我就失去意识了。醒来你们就都在这里了。肯定是仙子大人施法，让你暂时失去意识，怕你被牵连。奉朝廷之命，即刻整军出发，行军序列安排：斥候前出，工兵营开路，先锋营跟随，步兵中间，辎重营走最后面。什么？让我们走前面？这不是送死吗？我们是府兵，大帐都是躲在最后面的，怎么能走最前面？不是说工兵是府兵吗？怎么让我们走最前面？这不明摆着让我们去当挡箭牌送死吗？这是让我们提前赶到下一个宿营点，把主帐营房都搭建起来。君主和将军们到了，才能舒舒服服住下。让我们走最前面，连把像样的刀都不给，就给个锄头铁锹。遇上南蛮子，难不成用锄头铁锹跟他们拼命？闭上你的臭嘴！安静！现在整理行装，半个时辰后准时出发。延误行军者，军法处置。终于进城了，这下能好好休息一下。南蛮子来了，他们朝着宝山城过来了！宝山城肯定守不住，坚持下去只会白白送死。你们快跟我走！你个傻货，再不跑，命就没了，还立什么功？放开我！我还没立功，我要杀蛮兵，我要当官！当官，命都没了，你还当狗屁官？城墙根本抵挡不住他们，坚持下去只会白白送死。想想在家等你的娘。好，我跟你走。终于逃出来了。要是没有狗哥，我们今天肯定都死在城里了。是啊，狗哥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我肯定就成了蛮兵的刀下鬼了。拿着，都把伤口处理一下。现在城快破了，我们也逃出来了。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家是回不去了，狗哥，我跟着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大。大壮，你呢？你要不要去附近的军营报道？二狗子，你说的对，命没了要军功有何用？我跟你们走，大家抱成团，至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愿意跟着我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打算去南方寻找修仙人聚集的地方，我想修仙。你们要是相信我，就跟着我走。狗哥，你修仙，我们也修仙，就算成不了仙人，能跟着你活下去就够了。对，我们都跟着你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，那我们就收拾行装，现在就出发，朝着南方，朝着修仙之路出发。狗哥，这哪有黑市啊？咱路上不会打听错了吧？黑市里真能办户籍证？老头，城隍庙的黑市咋进？我听说这儿有卖户籍文书的。小伙子，进黑市得有令牌，没令牌，就算你有再多银子也进不去。没令牌咋整？你这儿有吗？我这儿正好有一块，全大金国所有城隍庙的黑市都认。多少钱？5两，够不够？小伙子，这令牌可是全大金国通用的，50两一块，少1两都不行。50两，少废话，赶紧把令牌给我。小哥爽快，这令牌你拿好，晚上天黑后去找城隍庙的庙祝，他会带你进黑市。你们在城外的树林里看好行李，我办好户籍文书就回来找你们。狗哥放心，有我在，保证不会出事。狗哥，黑市鱼龙混杂，你小心点，别被坑了。道长，我想进黑市逛逛。哼，你是第一次进黑市吧？道长咋知道？哼，
这令牌是假的，黑市根本没有令牌这一说。假的？你说这玩意儿是假的？那老摊贩真是缺德到家了！想进黑市，往功德箱里捐银就行，10两起步，多则不限。就这么简单？没错。不过其他地方的庙口会问你暗语，若是问你求财求子还是求平安，你答求仙即可。这是全大金国黑道通用的暗语。黑市里龙蛇混杂，别露脸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多谢道长提醒。进去吧，记住少管闲事，出了事城隍庙不管。先买些粮食，再慢慢找办户籍的地方。嘿嘿，公子，您想买点啥？100斗精米怎么卖？公子，精米3两银子一石，一共300两银子。你抢钱呢？在外边，精米才1两银子一石，你这直接翻了3倍。粮食是限购商品，在外边买得凭户籍证，一个人1个月只能买1升精米。我这儿不用户籍证，不限购，价格自然贵3倍。愿意买就买，不愿意就走，没人逼你。把粮食给我，我还要赶路。公子，这是官粮领取凭证，你拿着这张凭证去县城里的官粮店，就能领到100斗精米。你坑我呢？公子放心，这凭证上面有县衙的大印，假不了。咱们这黑市不方便存放太多粮食，都是凭凭证去官粮店领取，这样也安全。掌柜的，我有6个朋友想办几张户籍文书，你知道哪儿能办吗？公子，你朋友是逃难来的？没错，北边打仗，有亲戚没法活了，想来这儿安稳过日子。巧了，我这儿就有路子办。6个人，10两银子一个，中介费2两银子一人，一共72两。真黑，多久能拿到？我赶时间，不想耽误太久。半炷香，公子放心，半炷香的时间，我就能给你办好，保证正规。行，你快点办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公子，把你们的名字、年龄填在上面。我赶路太急，手疼，写不了字，你帮我代笔吧。行，公子，你说，我来写。李狗，男19岁；王大壮，男19岁；赵小宝，男18岁；王元宝，男19岁；李书恒，男18岁；孙世成，男19岁。公子，你先去旁边逛逛，半炷香后再来取户籍文书。难道这里有修仙功法？老头，你这卖修仙功法不？当然卖。公子一看就是有缘人，我给你推荐这本《炼气诀》，包你快速入门，早日成为修仙者。这和仙女姐姐教的炼气诀压根不一样，骗子！不用了，我就是随便看看，你忙你的。这是什么书？没有名字，没有内容，放在这儿等冤大头上钩。神师想要这本书。老头，这是什么书？怎么卖？公子，你太识货了，这是无字天书，相传是混沌初开时的至宝，蕴含着无穷的力量，只赠有缘人。既然前辈说这书赠我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这5两银子，聊表心意，还请前辈收下。罡气消失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年轻人难道是某个世家天骄？这书就赠给公子了，5两银子，谢意十足。这无字古书真不简单。公子，户籍文书办好了，你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。不错，辛苦了。
狗哥，你回来了，户籍文书办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办好了，正规的。狗哥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快就办好了？少废话，赶紧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咱们就进城。难道是这破书还没认主，所以才不听老子的使唤？好家伙，这才几天功夫就抽碎了！空间里的10亩地要是全都种上粮食，以后再也不用愁粮草问题了。嘿，现成的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狗哥，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疯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看到那些禾苗没？那边麻袋里有粮食种子。这空间一共10亩地，给老子种8亩出来。狗哥放心，我保证种得好好的，一株都不少。你整天不务正业，净搞些没名堂的事儿。在外边你说没灵气，没法修炼，这空间里灵气这么足，你也不抓紧时间修炼，难道你真不想当仙人？仙子姐姐莫生气，我这就修炼，绝不偷懒。我也不想逼着你修炼，但你刚引气入体，丹田只有黄豆那么大，要是不赶紧稳固，用不了多久，丹田就会消散，到时候你就永远都没法修仙了。啊，这么严重？我还以为只要慢慢修炼就能一点点提升，没想到这么危险。仙路坎坷，不能急于求成，也不能偷懒耍滑。你要是再这么不上心，迟早会后悔的。气入体肤，深入血脉，汇进经脉，走百会，入丹田。我的丹田呢？灵气怎么全聚到无字天书那儿了？我明明没有运转炼气球，这书还能一直吸收灵气。二狗子，你身上的灵气呢？我怎么看你跟个凡人一样，一点灵气变动都没有？啥？没有灵气变动了？难道我的修为没了？我不会真的变成凡人了吧？这不是还在吸收外界的灵气吗？你别急，调动一下灵气试试，看看体内还有没有灵气。弹指功，二狗子，我没教过你弹指功啊，而且一点修为变动都没有，却爆发出了炼气中期的实力。好家伙，这弹指功威力是大，差点就把我身体掏空。二狗子，你的丹田呢？灵气为什么会突然消失？又怎么能爆发这么大的威力？我也不知道，等我缓过来，就发现丹体里的黄豆不见了，不过体内的灵气没消失，就是调动起来有点费劲儿。刚才那一指就把我掏空了，应该是无字天书替代了我的丹田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万一他修为恢复后来抢走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咱们的银子快用完了，还要买几匹马，得想办法搞点银子了。香，好香，好闻。郡主，您可千万别乱跑，王妃知道了会担心的。几位公子，我家小姐天真懵懂，要是有什么冒犯的，还请见谅。要在这里，她身上香香。这姑娘是谁啊？听侍女叫她郡主，不会是梁王的女儿吧？不过怎么认准了狗哥？二狗，想办法带她走。这女子是仙灵道体，绝佳的修炼体质，我要收她为门下弟子。你咋能在我脑子里说话？吓我一跳！你不是还在神识空间里吗？咋能看到外面的事儿？空间里的井水有浓郁的灵气，有助我恢复神识，能够看到你眼前的一切，也能和你用神识沟通。仙子姐姐，仙灵道体是啥玩意儿？带着这傻妞，咱南下多不方便啊！还得时刻照顾她。仙灵道体是千年难遇的修炼体质，收她为徒，对你日后也有好处。你照做便是。这傻妞如果真是郡主，带着她岂不是就不愁银子了？我空间里的井水都能帮仙女姐姐恢复神识，应该也能治好这傻妞吧？郡主，咱们回去好不好？这里不好玩。姑娘，我看郡主体质特殊，慧根未开，我略懂点养气法子，
说不定能帮郡主舒缓心神，改善这智力发育迟缓的毛病。你说的是真话，没有骗我。你真的能帮郡主改善智力？哼，大金人不骗大金人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真的有办法治好希儿的病？他好人，不骗人。王爷，我现在就能试试。王爷，试试吧。希儿自小痴傻，从不亲近生人，今日却对这少年这么依恋，一定是有缘由的。好，本王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能治好希儿，本王一定给你们丰厚的赏赐。王爷，这是仙水，能治百病。您要是不信，可以先做个试验。我来。王爷，真的是仙水，希儿有救了。王爷，您放心了吗？我来为希儿喝，可以吗？王妃，这仙水虽有奇效，但郡主痴傻多年，一次不能喝太多，倒一点即可。希儿，喝一点，喝了就会好起来，娘求你了。父王，母妃，希儿，我的希儿，你能叫父王母妃了。王爷，你听到了吗？希儿也在叫你父王。年轻人，你果然没有骗本王。你们想要什么，本王都尽量满足。王爷，其实我是合欢宗的弟子，郡主痴傻10年，仙水只能缓解，只有请出宗门长老，用宗门秘法配合仙水，才能彻底治好。那岂不是要前往合欢宗？路途遥远，希儿身体虚弱，怎么能长途跋涉？而且你要是带着希儿跑了，本王去哪里找你们？王爷您放心，我既然是合欢宗弟子，就绝不会言而无信。您要是不放心，可以让王府的人一起跟着去。王爷，答应他吧，只要能治好希儿，就算让我跟着去，我也愿意。希儿的病不能再耽误了。好，本王答应你，一路上的费用和马车本王会准备好。林烈，你带着人随行。属下遵命。狗哥要。停车，下去用2分钟。娘亲，大哥哥和大姐姐是不是也是小孩子啊？哟，哪来的绝色小美人？你们不准欺负我家小姐！滚开！给爷老实点儿，陪爷乐呵乐呵。放开你的脏手！春桃，住手！赶紧停手！你们找死！在并州城还没人敢惹本少爷。我姨父乃是康王。公子，不好了，刘儿她没气儿了。好，等官府人来了，咱们插翅难飞，拦住他们，别让这群杂碎跑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春桃失手打死一人，再不跑，全部都要被抓进大牢。夏少爷，是这群人当街行凶杀人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一拳打死我的家丁刘二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，尤其是这个漂亮女人，给我单独关押。放肆！小姐乃是梁王府郡主，休得无礼！这里是并州，我姨父说了算，什么梁王范王，到了老子这里，是龙就得盘着，是虎就得卧着。妈的，跟这群杂毛废什么话？咱们直接打出去！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并州城内肆意打斗。爹，这群外人打死咱们家丁刘二，把他们全部抓起来。不过一介下人性命，也想让王府郡主偿命，就不怕梁王震怒，点齐10万边军踏平并州？不必危言耸听，给你们一条活路，你我1对1公平对决，你赢我放你们离开，你输所有人任由我。等等！老祖，把那痴傻郡主抓起来，其余人全部斩杀。杀！林队长！
凛冽。狗东西，真当老子是软柿子！好诡异的人，无丹田无灵气，居然能凝练出那么纯粹的力量。撤！今日你本可早早出手，为何刻意隐忍？那夏长风是炼气中期修士，我暴露修为，后患无穷。你身怀远超夏长风的灵力，这不是保命，是懦弱自私。若是连身边的人都保不住，你要这长生何用？要这灵力何用？我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我要拼命修炼，变强，护住我想护的所有人。那你就要是学习武技，没有武技引导，灵气肆意偏泻，就会像今天这样，一击掏空全身灵力。那你能不能传我一门武技？什么品级都行，我不挑。宁熙宗所有功法皆为女子量身打造，男子修炼会爆体而亡，但还有人可以教你。离谱！合欢宗的拳法在天书里一过，直接完美精通，甚至越级变强。那飘玉步呢？老祖，昨日大好机会，您为何突然下令撤退？而且那个痴傻郡主有什么特殊的？那个痴傻郡主体质特殊，是天生的炉鼎。可他身旁的看似是凡人，却能一指击溃我的灵气弹，实力恐怕不在我之下。祖爷爷，他若是实力强横，为何眼睁睁看着林烈战死，事后只顾着逃命？老祖，觉儿说的没错，那人从头到尾只出手一次，之后便一味逃窜。我看他身上定是藏了件一次性仙家法宝。那你们说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追！他们马匹昨夜狂奔透支，定然跑不远。我们连夜赶路，必定能追上。我、你外加3名宗师参将去就行。觉儿，你留在府中。我去，老子还没去找你们算账，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春桃，你带着人往后退，抱团戒备，别往前凑。小子，把那痴傻郡主交出来，我留你一具全尸。若是顽抗，我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是吗？嘴巴说的再狠有什么用？要不你下来，老子陪你玩玩。上！想走？仙师，我只有这些灵石，全部给你，求您留我一条贱命。昨日你们害死林烈之时，可曾想过留别人一命？杀了你，你身上的东西照样都是我的。你们在这等着，看好傻妞。精气西郊黄庄子丁村邪修作祟，全村100余人一夜失踪，现悬赏天下能人异士，除灭邪修，解救村民，赏银1000两，落款镇邪司。听说邪修专门吸食人精血，手段歹毒的很。其实镇邪司早就派人去了，但是全都栽了。这1000两银子就是有命挣，也没命花。1000两白银，够我们吃喝不愁了。但是这邪修绝对不好惹。接下这张榜本，你需要实战历练。那邪修连朝廷将军都能干掉，我去不是纯纯送人头？二狗，如今所有炼气期修士，你皆可碾压。若是遇上筑基强者，有飘絮步加持，脱身轻而易举，实在走投无路，躲进空间，没人能找到你。对啊，老子底牌一大堆，送个锤子！你们找家就近客栈住下，我这2天出去赚点钱，这点钱省着花。我不在的时候别惹麻烦，把傻妞和那帮小子看好。带路，随我们去西郊将军府。你一个凡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接我镇邪司的除邪皇榜？怎么看不出来我的修为？那是你眼拙。寻常凡人被我的威压笼罩，早就腿软跪地。难道他真是仙门弟子，故意收敛气息？不知仙师来自哪门哪派？老子是来帮你们杀邪修的，还要查户籍？是在下唐突，仙师莫怪。名字
李狗，修仙世家，家传道法。原来是李仙师，仙师请坐，我给您细说紫丁村的案情。7天前，紫丁村全村人一夜间全部失踪，魏将军亲自带兵围剿，至今杳无音讯，我们只能张榜悬赏，连悬赏的钱都是将士家属凑的。我明白了，给我派个向导，现在就出发。那片村子邪气通天，普通士族靠近就会浑身不适，如今没人敢去引路。仙师，你拿着这地图就能找到紫丁村。这里的邪气很干净，是有组织有规矩的邪修势力做的。根据残留的迷魂香和血魔气看，这群人是被强行掳走，带去炼制血丹。这群邪修真是邪门。东边是紫蚁村，不只掳了这一个村。邪教行事从不嫌多，去隔壁村子蹲守，他们外围必定留有放风探子。血巴枯骨，两人皆是50巅峰修为，对你来说不堪一击，别弄死。你现在需要情报。我问，你们答。敢瞒一个字，我把你们埋进坟坑。你可知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乃血魔教。别跟老子扯背景抱山头，老子听不懂，也不想听。你们血魔教窝点在哪儿？下一次就要往下踩了。我说，大人饶命！我们是血魔教分支，窝点在东边黑风山溶洞。血祭师大人在那里炼制血丹，供给宗门修士修炼。镇邪司的人呢？都被抓了。镇邪将军带着100人进山，全部中了迷阵，用铁链锁在祭坛两侧，放血供养大阵。前方300步，黑风溶洞，洞口有血腥迷阵。外围8名看守，3人为宗师初阶，5人为武师。血祭师炼气后期，血阵加持之下，他的战力会临时上涨1阶。先清外围杂修，断掉阵法攻血，削弱他的力量。明白了，短期攻血。嘿嘿，镇邪司的小虫子也敢闯本座的血坛？老子不是镇邪司的人，倒是你，老东西，长得跟风干干尸一样。活了1把年纪不干人事，魂腻歪了。本座将你皮肉剥离，骨髓熬血，封神魂入血丹，永世受灼烧之苦。左半贴壁，必无必现，不可应接。不要耗身法，老邪魔肉身枯朽，贴身近战便是死路。冲！给老子死！杀我！血魔教不死不休！血魂印，但凡血魔教弟子，皆可感应你的刀位、修为、生死，魂印不灭，追杀不止。我的娘嘞！这东西就没办法消掉？要么寻金丹大能，耗费自身本源魂力强行剥离，要么等。寻常血魂印3个月至1年便会自行消掉。你死了还给老子添堵！先救人，收尾离开。邢老头，我的赏金赶紧了。李仙长莫急，你这次功劳滔天，我会上书总部为你请功，赏赐绝不会少。你暂且在京城等候2日便可。额外赏赐有多少？1000两。李仙长，你实力强横，可否留在我镇邪司？镇邪司是北域凡人界联合抗邪的组织，各国王朝尽数认可，持有官身，可免费入驻各国驿站，享受官方庇护。我可以入司，但是我有条件，我要四处云游，路上碰见邪教，我顺手剿灭，战果上报就行。你只管自由行事，无需受司内规矩束缚。有消息就去街对面客栈找我。灵石、血魔丹，还有一本功法——火球术。低阶功法，但正好是远程功法，
对你有用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这瓜是真的不讲道理。李县长，该起身了。今日带你去镇邪总衙领赏。领赏？好啊，有多少银子？不止银子。昨日我为你申请了镇邪府使一职，比我这镇邪将军还要高一级，不过需正使大人亲自审核。正使大人，他修为高吗？正使大人姬百达是武修先天境界，堪比金丹修士，更是我大金国2品高官。你们这儿当官要命啊！我不去。李县长莫怕，正使大人明辨是非，你若任职，便是大金国正4品高官，俸禄优厚。卑职魏强拜见正使大人。草民李狗拜见正使大人。魏将军，你竟敢谎报攻击，一介凡人，如何能闯血魔巢穴，斩杀祭师？大人，千真万确，卑职亲身经历，李县长破阵杀敌，绝非寻常人。李公子，听闻你斩杀血魔教祭师，可否展示一下实力？可以。火球术大成之境，收发随心，不错。你剿灭血魔教，功绩卓著，本使欲封你为镇邪府使，正4品，你可愿意？大人，我有2个问题。第一，若是我当了府使，日后遇险，总部也会坐视不管吗？唉，并非不救，而是无力分神。荆棘之地来了血魔教老祖，金丹修为，我司高手尽数被其牵制，根本抽不出人手救援。我身上的血魂印，大人可有办法？我乃武修先天，并非魂力修士，无力化解。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刮皮去印，方能根除。拉倒吧，这印我不除了，留着就留着。来人，取赏赐与官府。末将王启见过府使大人。王将军不必多礼。我问你，亳州地界最近可有邪修作乱？回大人，前些日子京城一战后，血魔教死伤惨重，近期已经销声匿迹，不敢露头。只是何欢总来，那3名修士在城内策灵根招收弟子，背地里专挑资质差的人采补。那3名修士什么修为？为首的申云红炼气圆满，另一名男修炼气6层，女修炼气7层。番宗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事本府使管定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就在城中中心广场。你这武灵根只能做杂役，想要留下来，就得先让我采补一次精血。我不做炉鼎，我不入合欢宗了。由不得你。怎么，哪家王公贵族娇生惯养出来的小崽子也想来凑热闹修仙？我这里可不收纨绔子弟。我去，你早上不漱口，口气这么重，敢对仙人不敬，知道后果吗？你这个混蛋！我爹和我家老祖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一直不回家？哦吼，原来是夏家纨绔公子啊！你这种败类加入合欢宗，真是猪归圈羊入窝，找到自己的组织了，恭喜恭喜！申师兄，此人一定杀了我爹和我家老祖。夏家老祖可是炼气中剑，这人能斩杀炼气修士，绝不是普通凡人。不知是前辈大驾光临，晚辈有失远迎，多有得罪。老子看你们合欢宗的人不顺眼，把测灵石留下，把人放了，滚出亳州城。哼，申师兄跟一个凡人废什么话？看我把他勒成肉条！小妞，你没吃饭啊？力气这么小，跟挠痒痒一样。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测灵石我们留下，即刻离开亳州。哼，晚了，你们作恶多端，吓唬完人就想拍拍屁股走人。王将军替我收了，他们身上的东西全都留下。滚吧，别让老子再在亳州看见你们。李公子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解释？我以前在凉州时，
确实以为合欢宗是名门正派，不知道他们是这种宗门。现在看清了，自然要跟他们划清界限。那郡主的病，无妨，咱们继续向南走，总会找到治病的机缘。别紧张，一个个来。有灵根，咱就一起修仙；没灵根，狗哥养你们一辈子。大壮，你先来。双灵根、土灵根、木灵根，大壮可以啊！以后咱们兄弟里第一个修仙的。俺真的有灵根，俺能跟着狗哥修仙了。当然能。没灵根咋了？你们都是我李二狗的亲兄弟，就算一辈子做凡人，狗哥我保你们一辈子衣食无忧，没人敢欺负你们。狗哥，我们不想拖你后腿，你是要做大事的人，我们4个就是普通人，遇上修士连自保都做不到，我们不去南域了。是啊，狗哥，我们不拖后腿，就是帮你最大的忙了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狗哥，我们就在亳州分手。狗哥，我们帮不了你，留在这儿不让你担心。这1000两银子你们拿着，在亳州不管出了什么事，直接去找王启，报我李二狗的名字，亳州没人敢动你们一根手指头。兄弟一场，一辈子算数。以后要是发达了，随时来南域找我。是水系天灵根，万年南域的绝世苗子，我一定要收他为徒。二狗，趁着没人，把傻妞、春桃、夏荷全都收进你的神识空间里。我收傻妞和春桃为徒，教他们修炼。夏荷就在空间里打理日常。那怎么跟他们解释空间的事儿？你对外就说是一处上古秘境，我已道心起誓，绝对不泄露你神识空间的秘密。行，等明天送走小宝他们，我就把3人收进去。大家都回房休息吧。怎么会是7种颜色？我就知道，我是个天才。修仙界只有5行灵根，难道你身上是7灵根？多出来的2种是什么？古籍记载，除5行之外，还有变异灵根。千年难遇，你至少有2种变异灵根，而且光只有7色，你的灵根可能不止7个。不过你别高兴早，几个灵根就要凝聚几个丹田，相当消耗资源。你这最少7灵根是废材中的极致废材，天下没有哪个宗门愿意收你，顶多当个杂役。我的丹田早就被无字天书吞了，根本不是这套规则束缚。只要资源够多，灵石管够，照样横着走。铜钱上刻着我的名字，此一别不知相见何年。以后你们的后人如有灵根，可凭这枚铜钱到南域来寻我，我必好好试之。我之前偶然寻得一处上古秘境，里面有一位金丹大能正在闭关养伤，愿意收你们为徒。秘境灵气充足，还能慢慢治好傻妞的心智。我愿意拜师，愿随公子前往秘境修行。我听二狗哥的。你们手牵手，闭上眼睛。这就是你们的师傅，宁熙宗的青瑶仙子。弟子春桃，拜见师傅。师傅，好看。傻妞，拜见师傅。好孩子，从今往后，我便是你师傅，定护你修行，治好你的脑子。李二狗，本长老追你一路，你倒是跑得挺潇洒。初级高见，是我拿头打。李二狗，老夫循着你身上的血魂印，从亳州一路追踪至此。今日你的命，老夫要定了。大壮，立刻钻进旁边密林躲起来。无论听到什么声音，看到什么画面，都不准露头。苟住，活着等我来找你。狗哥，那你呢？他们的目标是我，老子引开他们。想跑？
老夫看你能跑多远！二狗，前面是悬崖，快进神识空间！人呢？凭空消失，居然一点气息都没留下！邪门小子，身上绝对藏着逆天秘宝，你能躲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老夫抓了你兄弟，我倒要看看你敢不现身！李二狗，你兄弟在我魔鬼山血魔分部，想救人就独自前来，否则我当场放干他全身精血，炼成血魔丹。魔鬼山3阵夺命，敢来便来送死！老东西，你成功激怒老子了！魔鬼山是吧？3阵夺命是吧？老子这就过去，拆了你整个分部！肉眼完全没用，全是假幻境，真杀局。二狗，听我指挥，一步不准错。前3步左移，避开地面陷杀；第2步踏虚，避开头顶断红针；右4步绕开侧面切割刃，退半步，前方是绞杀死域。二狗，撑住！这5毒剧毒无解，快运转灵力压制！我靠！毒灵根，老子觉醒毒灵根了！哈哈哈！老东西，你布置的绝处毒阵，反倒给老子喂饱了灵力，这回该老子找你算账了！三阵皆破，怎么可能？小子，你天赋诡异，体质逆天，今日不杀你，日后必成大祸！毒功，你修的是万毒邪功！大叔，没事了！狗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。废话，自己兄弟，老子不救你救谁？老人家，这镇子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怪人？后生，外来的吧？少说话，少惹事儿。在这镇上，外来的人活不长。是携带我叫高洁血魂印的外人。小子，杀了我叫高洁修士，胆子不小。狗哥，好多邪修！哼，一群歪门邪道也敢拦老子的路！哼！哈哈哈哈！双灵根，绝佳修炼胚种，天生筑基保底，可充金丹，甚至元婴。狗哥，救我！小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本座亲传弟子。老东西，放开我兄弟！你以为杀了个我教筑基魂者或技师就厉害了，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？杀了他，给逝者报仇！二狗，金丹修士不是你现在能抗衡的，留得青山在，先突围。大壮，我一定会回来救你的！下官周越见过服使大人，不知大人到此有何要事？周将军，黑石镇是血魔教老巢，里面有2名金丹老祖，10几名筑基魔修。我兄弟被金丹强行掳走，还请将军即刻出兵随我救人。大人万万不可！
想要剿灭这般规模的魔教总朝，唯有京城的镇邪正使大人调动镇魔大军方才可行。多谢将军告知。区区金国弹丸小国的4品官，也敢到大夏京城指挥本使调兵？哼！正使大人，黑石镇血魔教总部盘踞，2名金丹祸乱边境，掳走我兄弟，残害百姓。若不及时清剿，日后必成大患，还请大人出兵。第一，你非大夏朝廷嫡系官员；第二，无陛下圣旨中书调令，本使无权随意出兵；第三，小小边境魔乱，还轮不到本使亲自出手。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，不要在此喧哗。听说了吗？二皇子姬川最近广招天下奇才，只要是修士有灵根有本事，都能进皇子府得重用。二皇子贤仁宽厚，最善待修仙之人，比朝堂那些老官靠谱多了。官方靠不住，那就抱皇室大腿。在下李二狗，金国4品镇邪副使，入京是想求见镇邪正使出兵救人，但正使大人不愿出手。听闻二皇子广招天下修士，特来登门求助。不知二狗兄遭遇了什么难事，竟需要朝廷大军出手。我和兄弟南下寻求仙源，误入血魔教总部，2名金丹魔修掳走了我兄弟，我这才来到京城求援。血魔教确实是我大夏边境大患，二狗兄要去南域寻找仙源，不知可否愿意加入我青云宗？本次回朝就是帮宗门挑选弟子。二皇子，南域跟夏王朝还隔着10万大山，就算我同意，那也不知道何时能到青云宗。二狗兄不用担心，我们皇室有飞舟，10日便可到青云宗。若是二狗兄有意，我可带你一同前往。对了，皇室有测灵石，不如我帮你测一下灵根，若是灵根尚可，也好为你打点一二。多谢二皇子美意，在下早年已经测过，是普通5灵根，就不献手了。无妨，我保你入青云宗做一名杂役弟子，只要修炼到炼气3阶，便可晋升外门，照样能正式修行。那就有了二皇子费心了。不过二皇子，我那被掳走的兄弟是土木双灵根，若是皇子能出手救回大壮，将他引荐给青云宗，我兄弟俩感激不尽。若能招收一名双灵根弟子回去，能拿到的宗门奖励数不胜数。此事包在我身上，来人备马，我即刻入宫面圣。是。成了，父皇已经准奏，即刻调动镇邪司总衙全部精锐，再加派皇室2名金丹修士一同出征。还得是抱大腿来得快啊！大夏朝廷倒是看得起我血魔教，竟出动皇室金丹镇邪大军。哼，可惜今日踏入我阵者，急速殉没。血魔教残害生灵，掳掠修士，祸乱大夏疆土，全军听令，踏平魔塔，诛杀铁罪。魔修，敢掳我兄弟，今日老子拆了你们整个魔塔！不，我血魔教的千年基业啊！大壮，狗哥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他们逼我修魔，我死都不肯。我没给你丢脸。不愧是盘踞千年的魔教总坛，底蕴之深厚，远超边境寻常宗门。二狗，神识空间的灵石不见了，但空间面积大了10倍。神识吞了灵石，扩大空间。这些地要是全种上灵骨，我再把灵骨卖出去，就不愁灵石用了。宗主，今年青云宗、宁熙宗等各大仙门全都跑去北域抢弟子，而且北域血魔教猖獗之极，掳走了不少好苗子，导致我们今年收上来的弟子质量、数量双双崩盘。我外门弟子数量也在如年下跌，再继续下去，不出3年，外门战力直接断层。宗主，这边情况更糟，弟子常年肆意抓取杂役充当炉鼎，现在杂役弟子越耗越少。我已知晓，即刻下令，但凡取用杂役弟子充当炉鼎，宗门积分消耗翻倍，此为节流。风婉蝶，你执掌全宗情报暗线，可有什么开源的好消息？回宗主，5日后，大夏王朝的500名新弟子将乘坐王室飞舟前往南域青云宗报道。
这批弟子皆是大夏国百里挑一的好苗子，最差也是武灵根。护送配置如何？有无青云宗高阶长老坐镇？只有大夏王朝2名皇室金丹修士护送，500天才。传令，抽调4名金丹长老，数10名筑基执事，100名炼器精锐弟子，前往10万大山。有妖群！有妖群！仙子姐姐，大事不好！仙舟能防住这些火鸟吗？别慌，火烈妖禽畏严寒，高空缺氧，只要飞船攀升至万米高空，低阶妖禽不敢跟进。全员稳住，全速功能攀升，尾部防御火炮开火，打困妖群王！机载灵箭，全力射杀！撑住，再撑10息，10000米高空就到。不对劲，这些妖禽进退有序，根本不是野生凶手，分明是有人刻意驱赶，目的就是耗光护罩灵力。小心，火烈妖禽是有人刻意驱赶的，目的是耗碎护罩。真正的杀局现在才开始。狗哥，二狗还在5号州，殿下，求您救救他！仙土灵根我都不要了，让我回去，我要和他同生共死。冷静些，合欢宗4位金丹合围，我方仅有2名金丹护驾，400余名新人根本无力保全。但李二狗和旁人不同，他看似油滑无赖，实则狡黠机敏，最擅长绝境求生。你此刻回去，只是白白送命，也辜负了他的心意。殿下，只能弃卒保将，保主奏突围。你们自行决断。破罩，收服，全员拿下，1人不留。合欢宗专练邪门踩中功法，落在他们手里绝无好下场，必须逃！武灵根废体也敢逃跑，找死！有点意思，肉身底子极佳，阳气纯粹，倒是个难得的宝贝。一群筑基拿不下区区一个凡人，传出去，简直丢我合欢宗的脸面。小家伙，身法倒是灵巧，可惜在本座面前，所有挣扎都是徒劳。我靠，玩不起是吧？带走，单独看管，划入本座私人名下。小家伙，被绑着还这么安分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这女人不会是看我英俊又潇洒，准备榨干我吧？知道我为何在400多名少年里，偏偏只单独留下你吗？因为你血气滚烫，肉身紧实纯粹，阳元干净的毫无杂质。妖女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小郎君，放心吧，外界传言皆是谣言，正统功法阴阳互补，我可帮你洗碎脆脉，只需分我1缕少年元气，互利双赢。别信他的鬼话，全是骗人的。前期给你一点蝇头小利，后期直接掏空你的本源阳元。小家伙，别躲，你心里明明也慌也燥热，何必强行硬撑？只要你乖乖配合，本座不仅不伤你，还亲自传授你正统修行功法。怎么样？直接拒绝，当场被杀；顺从，迟早被吸干，只能假意逢迎。硬憋反倒损伤了气血，唯有心甘情愿，阳元才最纯粹、最养人。你越是主动，这场修为共进
你就越不吃亏。行啊，既然你想薅老子的阳元，那老子用吞噬灵根吸死你。到底谁狩猎谁，现在还说不定呢。什么诡异体质？邪术！怪胎灾星，不能采布，不能滋养，反倒吞噬修士本源，此子绝不能留。此子体质邪异，不可双修，不可培养，即刻押往丹药堂试丹狱，编入死囚序列，以身试遍宗门所有剧毒丹方。试丹狱是绝命炼狱，就连筑基修士都难以长久存活。这小子看样子到头了。行了行了，抓紧把他送去。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吧！我有吞噬灵根，万毒皆是修炼养料，免费的炼级秘境，不跑了！这地方简直就是天堂。新来的，想来是冲撞宗门高层。嗨，说白了就是纯倒霉，稀里糊涂扔这儿凑数。师兄给说说这试丹狱规矩。还能有什么规矩？我们这些死囚唯一的作用就是活生生试药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当场化为血水。短短半个月，已有7名囚徒殒命。我和师妹暗中筹划许久，今晚夜半就准备冒险逃狱。师弟，与其坐以待毙被毒丹毒死，不如跟着我们一起跑路。逃狱风险很大吧？与其在这儿被毒丹害死，不如放手一搏，好歹还有点机会。嘿嘿，你们自己逃路吧，我就不掺和了。你知不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？你会死的！知道啊，不就是天天免费吃丹药吗？多大点事儿。对了，既然你们这么怕丹药，往后分配给你们的试丹，全都打包丢给我。这人怕不是被抓进试丹狱的时候直接吓疯了。晦气，他是个傻子。别跟他浪费口舌，咱们商量商量怎么跑吧。完美，被当成疯子反而最好，行事毫无束缚。老夫耗费3日心血，改良出新一款高阶合欢丹，今日正好借你们测试一番丹药成效。秦小小，就定你了，剩下2个男囚，你随便选1人配合完成本次试丹。既然你不肯选，那我替你选他。正好这小子肉身结实，最适合用来测试合欢丹药效。不要！此人脑子不正常，就是个疯子，我死也不要和他配合试丹。疯子又如何？试丹而已，只要肉身完好无损，是人就行。不错不错，这小子倒是懂事。往日那些囚徒个个推3阻4，哭爹喊娘，就你最配合。盘膝坐好，静心凝神，等待药性发作，我要详细记录你的身体各项变化。轮到你了，怎么？难不成还要老夫亲自动手？操！以后得离他远点。舒服，白嫖淋漓。起效了，完美起效！药性完美催动情欲，老夫这次改良合欢丹的思路完全可行。魏丹师，你这丹药味道清甜，口感还不错，还有没有多余的？多给几颗，我还能接着吃。怎么会毫无反应？难道我这款丹药对男性修士无效？这合欢宗的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生猛？趁现在药性尚未根深蒂固，你立刻动用吞噬灵根，把她身上的丹毒全部吸走。吸？怎么吸？勉强能接受，甚至好像还不吃亏。成了，完美交融，短短片刻就能达成阴阳契合。老夫这款改良合欢丹绝对能颠覆整个合欢宗的丹术格局。老头儿，我看你这丹药怕是假货了吧？哼，药效短得离谱，就这半成品劣质货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给老子试丹？不可能，所有药材
都是从宗门药园申领的正品，难不成药园那群家伙暗地里糊弄我，给我换了残次原料？师姐，讲道理好吧？我辛辛苦苦帮你吸干体内狂暴情毒，顺带清理淤积多日的丹毒，实打实救了你一命，真觉得吃亏了？简单，我把毒素原封不动还给你，咱俩当场两清。师弟，多谢你方才出手救下小小。冒昧一问，你能否也帮我一次，帮我吸纳掉体内积压已久的丹毒？免谈，美女我可以酌情帮忙，大老爷们一个，我属实下不去嘴，心里膈应。师弟，你误会了，不需要嘴对嘴接触。合欢宗有一门基础功法吸附功，只需手掌贴身运转内力，便能吸纳他人身上淤积毒素与多余元气。瞌睡直接送枕头，我有吞噬毒灵根能转化万毒，唯独缺主动吸纳毒素的配套功法，这功法简直是天降机缘。吸附功，从没听过，我不会这门功法。你不是合欢宗门下弟子？本来打算去青云宗拜师修行，半路却被合欢宗魔州掳掠过来，说白了就是个没人缘的俘虏罢了。吸附功，我可以将完整口诀传授给你。那就多谢萧师兄。爽啊！积压3月，日夜折磨我的顽固丹毒尽数消散，闭塞经脉通透，气血顺畅，精气神重回巅峰。兄弟，牛啊！对了，今夜夜半是我们出逃的最佳时机，跟我们一起越狱吧。是丹域变数太多，太过凶险。你们要走尽管走，我暂时还打算在合欢宗待一段时间。免费毒丹，取之不尽丹毒，整座试丹域就是我的专属炼级宝库，傻子才跑路。小小，时机成熟，走。药效疲软，劣质假药。这般合格成品丹，少年怎么会服下后毫无药性？肯定是药园偷工减料了。明日一早，我必须找丹堂堂主讨要个说法。南域在册3品丹师仅2人，若此番成丹，我就能跻身南域丹道前3，成败在此一炉。堂主，属下魏广涛有要事求见。完犊子，我纯属自寻死路。混账东西！丹药临门一脚，即将凝丹，你贸然出声，惊扰本座。一炉旷世灵材尽数报废，数月心血付诸东流，你该当何罪？谁知道堂主你偏偏卡在最关键的时刻炼丹啊！属下知罪，属下不该贸然惊扰堂主闭关，属下愿意全额赔偿此次炸炉药材损失。赔偿？哼！一炉3品丹珍稀灵材，价值数千下品灵石，凭你区1级末流丹师，倾尽身家连零头都赔不起。说急匆匆寻本座，究竟何事？回禀堂主，属下发现宗门药园近期输送灵材大有问题。我炼制多枚1品合欢丹送试丹域囚犯试药，全无药效，等同废丹。连日冲击3品丹屡次失败，我一直以为是自身火候不足，难不成问题根源在药材？此事当真，无半分虚言。千真万确，属下敢以丹师身份起誓，即刻前往试丹域，将昨日所有试药囚徒全部带到丹堂，本座亲自核认丹药与药材问题。若属实，必彻查药园，揪出幕后之人。是，属下即刻前往。怎么只带了1名人犯来试丹？此前参与试药的囚徒都毒发身亡，如今整座试丹域仅剩下1名囚徒存活。毒发身亡？还毒发身亡？糊弄谁呢？明明是狱卒怕被追责，统一谎报囚徒暴毙罢了。仅剩1人，那就把他带进1号炼丹房。吞噬毒灵根开。把这个吞下去。堂主万万不可！此子只是普通凡人，
3品丹药药力狂暴，更何况炸炉废丹药力杂乱，极易暴走，100%会直接撑爆他的肉身。撑爆又如何？魏广涛，你昨日亲眼所见，他服下你的1品合欢丹毫无反应，寻常凡人绝无可能。本座猜测他修过低阶肉身法门，是罕见体修。退一步说，试丹欲求福，命如蝼蚁，死不足惜。2个老狐狸，凭着废丹想拿捏我。魏广涛，你止步1级丹师，迟迟无法突破2级，根源是眼界浅，格局小。药源原主清河乃是金丹巅峰独修，神识堪比元婴。你当众质疑灵草劣质，小心被其记恨，按下慢性奇毒。堂主，哼，本座好心规劝，你不知感恩，反倒执意争辩。今后你若莽撞招惹祸端，本座绝不施以援手。不是啊，堂主，快看地上囚犯！方才你我说话空隙，他伸手抓走丹炉内仅剩的另一枚废丹吞下去了。不过承受药力反噬，你太过一惊一乍，信性需打磨。堂主，快看丹炉！2枚3品废丹接连入腹。金丹初期修士仓促吞服，都要经脉受损重伤，甚至废去修为。这无灵根无修为凡人仅哀嚎打滚，毫无伤损，怪哉！爽啊！远超10几枚1品毒丹，等灵力冲破3.0刻度，寻常金丹初期我亦可正面抗衡。凡人连吞2枚3品废丹安然无恙，只能是药材药力严重缺失。难怪我屡次炸炉炼出废丹，根源不在我。魏广涛，带上此人，随我前往药园，当面质问清河原主。今日必须给丹堂说法。清河原主，丹堂顾白山登门拜访，有紧要要事，特此商榷。此地灵气药力叠加浓度是单方面是3倍以上，一定要想方设法留下，做杂役鼓励试药工都行。顾堂主放着清闲丹堂不待，特意大动干戈跑来我这药园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清河原主，近期药园给丹堂的灵材普遍药效衰弱大半，致使多位丹师炼药失败。本座冲击3品丹数次炸楼，损失惨重。今日登门，望原主给出合理解释。一派胡言！我药园灵材品质历来统一标准，分明是你自身丹术火候欠缺，炼废丹药反倒上门怪罪我药园灵材。此乃我丹堂的高级2品合欢丹，真假优劣一试便知。让此人当场吞服，药效有无，一目了然。不可能啊！拿1枚合欢丹给我。丹药成色完好，药性饱满，不存在药力流失问题。看清了，丹药药效十足，问题不在灵材，也不在丹药，根源就在这个小子身上。人，我药园留下，你们立刻离开。难怪废丹失效，合欢丹无效，原来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凡人囚徒搞的鬼。我只是金丹初阶，绝非对手，为一个囚徒得罪对方，得不偿失。哼，既然原主执意如此，此事暂且作罢，告辞。成了，没想到直接被留下，这里简直是狗道发育天堂。跟我进来。大姐婆婆，院子里全是毒虫子，密密麻麻的，我不敢往里走啊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大姐婆婆啊。为何这般称呼我？您说话清甜软糯，像10几岁的大姐姐，可长相身形又像慈祥老婆婆，合在一起，可不就是大姐婆婆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大姐婆婆，我叫李二狗。人如其名，见。放宽心进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这些毒虫不会咬人。你可别骗我，特意留我进屋，该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打我杨元的主意吧？龌龊！我修万毒大道，以毒正道，
合欢宗那些沉迷采补之流，我向来瞧不上，这种勾当我不屑做。没有采补风险，这下彻底没顾虑了。真要硬碰，谁吸谁还不一定。坦白交代，2品合欢丹药性狂暴，筑基修士都会受影响，为何入你体内毫无反应？今天要是给不出一个完美且合理的解释，自己就惨了。大姐婆婆，这事说来话长，我从小被五毒咬多了，现在基本已经百毒不侵了。此物乃是2品毒丹，寻常筑基修士沾之即死，吞下它，若是你能活下来，我破例收你做我的亲传弟子。但往后每月，你都要给我1碗血炼制专属解毒丹药。果然天下没有免费机缘，可我的血并无奇效，真相败露定会被灭口。不如我帮他吸出剧毒，他摆脱毒素桎梏，我躺平白嫖海量毒力升级，血赚不亏。大姐婆婆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你耗费这么大精力炼制解毒丹，是想救什么很重要的人吗？100年前不小心沾染无解奇毒，食药无医，我只能以毒攻毒续命。数百种剧毒盘踞经脉丹田，毁我容貌，困我修为，100年卡在金丹巅峰，无法突破。抱大腿的机会来了。大姐婆婆，倘若我能帮你彻底清除体内所有剧毒，那每月抽血的规矩能不能直接作废？小子，休要妄言，连元婴大能都解不了的奇毒，你一个凡人也敢口出狂言，想清楚欺骗我的下场？空话无用，一试便知。你盘膝落坐，放松经脉，切勿运转灵力，不要做出任何反抗即可。要是治不好，我就一巴掌拍死他。100年桎梏竟出现松动，这个少年真是我的天赐机缘。慢慢解毒，长久吊着他，让他一辈子有求于我。我既能白嫖毒力升级，又能稳稳抱大腿。为何停下？大姐婆婆，你体内的毒太凶了，我只是凡人肉身，承载力有限，一次性吸收少许，强行多吸，我会当场毒发身亡。是我心急，委屈你了。你安心休养，万万不可逞强。那之前的约定还算数吗？收我做亲传弟子，取消每月抽血？算数，全部都算数。弟子李二狗拜见大姐婆婆师傅。金丹巅峰独修当靠山，手握药源资源，从今往后合欢宗底层岂不是横着走？蔡冰冰即刻前来竹屋。原主有何吩咐？此人李二狗，从今往后是我唯一亲传弟子。你去执法殿为他办理身份令牌，挑选园内灵气最优的独栋院落给他居住。记住，药园之内，二狗所言等同于我亲口命令。原主100年不收一徒，如今竟破格收徒，还赋予这般权限。属下遵命，请公子随我前来。冰冰执事，我师父100年以来，当真从未收过其他弟子。我侍奉原主100年，也只是一介执事，连记名弟子都算不上。您是100年间第一位，也是目前唯一的亲传弟子。真的？而且您的靠山还不止原主一人，原主乃是合欢宗太上长老独女，宗门顶层权贵，连宗主见了都要礼让3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以后不是能在合欢宗横着走了？公子此言差矣，您在药园确实可以随心所欲，但没有原主点头，你一辈子都走不出药园。苍天何薄于我啊！这挂机效率也太变态了，按照这个速度，顶多半年，灵力刻度绝对能冲破3.0大关。哼，不行，必须耗一套高阶打架功法，不然碰到金丹还得跑。李二狗即刻赶赴毒院，小心这个老太婆，她是金丹巅峰独修，神识却堪比元婴初期。我现在彻底烽火神识闭脉，一旦底牌暴露，我们都会被扒皮切片，培育毒草。好家伙，老妈子直接下线闭脉了。你别给我飘，安分一点。抱上个大腿就想到处惹事儿是吧？我警告你，敢跟合欢宗那群女修勾勾搭搭，等我日后解封出世，直接把你屁股打得开花。放心，我李二狗洁身自好，原则性极强。真要是哪天闹出什么绯闻，那绝对是那些女人主动逼我的，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。
磨蹭什么？3息之内速来读院。方才你在与何人交谈？宋明体演技上线，大姐婆婆师傅，没人跟我说话。我先前被李希月掳来宗门，险些沦为顶炉，又在试丹狱等死度日，心里惶恐不安，自言自语壮胆。狗儿啊，真苦了你！李希月好大的胆子，等本座修为恢复，就亲自去外门替你撕了那骚蹄子的脸。加油，大佬，是真他娘的香！不知师傅急匆匆灌弟子前来，有什么吩咐？合欢亲传弟子专属法衣，身份令牌，收好。这衣服才帅吗？以后每月固定200宗门积分，200下品灵石，自动划拨到你的名下。新进亲传弟子可前往功法殿免费领取一门玄阶品级功法。真是瞌睡都有人送枕头，正愁没功法呢。你是什么灵根？目前修为到了哪一步？回禀师傅，弟子是杂役5灵根废体，至今没有半点修行修为。5灵根乃是天生废材体质，终生桎梏，极难突破筑基。罢了。我传你一门专属独道功法。毒性破坏力太霸道了。此乃万毒功玄阶中品，修炼至大成可越阶斩杀金丹初期。只是功法以毒养身，毒素会侵蚀容貌，你可想好了？毒素入体，直接被天书净化转化，副作用与我无关。皮囊皆是浮云，修士当以实力为先。这门功法我练。回去自行参悟，3日之后再来排毒。弟子遵命。好想试试威力啊！可一旦出手，必定会被发现。冰冰，过来带路，带我逛逛药园。拜见大师兄。这里都是10年份3阶基础灵草，单株市面售价1000下品灵石。我丢，这哪里是药园，分明是巨型灵石金库，可以把幼苗移栽进神识空间，让赵维培育，坐等躺赚。全员停手，拜见大师兄。你们为何如此惧怕我？药园100年无正式弟子，合欢宗采补风气盛行，大家都误以为你也会行龌龊之事。我专修万毒大道，不屑采补邪术，诸位安心劳作即可。这里既是挂机腹地，也是我的私人金库，稳步发育偷植灵草，迟早破解阵法，重获自由。二狗子，为师要前往宗门议会，接下来半日，你看好药田。药田我说了算，猫走了，耗子管家，什么杂役执事，谁敢管我这个亲传大师兄？哼！弟子明白，师傅您放心前去，药园我死死盯住，绝对不出半点纰漏。所有人放下活计，退到外围待命，我独自巡查药田。幼苗数量多，无登记，绝不会被发现。大师兄，独自一人来3阶药田，所谓何事？原来是冰冰指示，闲来无事，过来转转。转转？大师兄为何偏偏独自一人待在3阶珍稀区域？嗨，我就是过来巡查，看看有没有虫害，顺手抓抓虫子。大师兄说笑了，药园皆被阵法覆盖，不可能有虫害侵扰。乡下人的老毛病，习惯种地放羊，总想着巡查有没有虫害。对了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前日魏广涛不知何故在药园服用了合欢丹，兽性大发，伤了园内母牛。我来采摘低阶灵草，熬药给牛疗伤。人才啊！药园灵草繁多，若有人偷盗，如何核查？每一株都有登记吗？1、2阶未满1年幼苗数量庞大，并无单独编号，但所有3阶灵草全部登记在册，少一株都会立刻察觉。还好刚才没动手，不然就惨了。原来如此，受教了。你忙吧，我四处走走。见过狗哥，干得不错。划出5亩良田，将这些灵草幼苗分门别类栽种，悉心照料，成熟后即刻禀报。
属下遵命。二狗哥，你终于回来啦！傻妞好想你。李二狗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！我叫你整天在外招惹女人，我看你就想沉迷温柔乡。那事儿压根儿怪不得我，我从头到尾都是被动的，纯纯受害者啊！受害者？当初你一个勾栏的小杂役，一无所有，是谁陪着你的？现在你稍微有点能耐，就开始沾花惹草，招蜂引蝶。二狗子，来毒院见我。坏了，突然点名，单独约谈，语气冰冷。难不成今天我偷号灵草的小动作翻车露馅了？不能啊！师傅，你找我呀？青云宗近期被我宗截获大批仙苗，气疯了。全宗各封各堂，全员组建5备队，随时备战。打仗？我了个豆！青云宗那是什么货色？超级大宗，修士遍地走，筑基不如狗。就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小身板，上去能干啥？给人家当炮灰凑人头，还是给战场添一坨有飞肥？现在你入我门下，是药园独一份亲传弟子。药园5备队就你一个人，你自领队长一职，明日去宗门大殿领5备任务，值守备战。我一个人组建一支队？师傅，别啊，这活我真干不了。您瞅瞅我，光干司令一个，手下连只鸡都调不动。我丢面子无所谓，我脸皮比鞋底厚，关键是丢您老人家的脸面，那就是滔天大罪。再说我小命金贵着呢，还得给您解毒，我要是嘎了，您找谁哭去？他是我解毒的希望，你说的倒是实话。对啊，师傅，嘿嘿，我就是纯纯凡人废柴，半点修为没有，还不如在药田种药苗呢。你不用正面搏杀，你是毒修，只需暗中放毒偷袭，诡道克敌，防不胜防。防个屁啊！我不调用天书就是个凡人，人家修士一巴掌下来，我直接原地飞升。唉，嘿，师傅啊，这破差事，要不算了吧？辞不掉。哼，胡媚仪知道我收了你这个亲传，特意盯着药园5备队的事儿。全宗都建队，唯独药园空缺，他会借机挑事。还有李希月，在你手上吃过大亏，憋着一肚子坏水。李希月搞我，我能理解。可我跟宗主压根不认识，他为什么要搞我？不是针对你，是针对我。胡媚仪是我师妹，100年前我是宗门圣女，宗门预定宗主，可我却惨遭暗算，身中奇毒。而胡媚仪趁我重伤废功，顺势突破元婴，抢走宗主之位。我招谁惹谁了？纯纯天选大冤种，属实倒霉到家了。师傅，那我更不敢出门了。现在出去，那不是纯纯大冤种吗？你安心，宗门规矩摆在这里，严禁高层欺压晚辈。再者说，你一身剧毒，宗门女修个个惜命如金，也没人敢跟你双修，更不敢裁补你。师傅，这差事真没得商量。没得商量，但我可以给你些保命的东西。发财了，原地暴富。忘了，你没灵力，打不开，给你也是浪费。装凡人装上瘾，结果把顶级宝贝装没了，血亏血亏，这辈子没这么后悔过。这是乾坤八卦包，无需灵力，凡人滴血就能用，随便你装多少东西都够。哇塞，这么多东西！里面给你装了1000张高阶攻击符，随便秒炼气修士。毒爆弹，3丈之内毒雾笼罩，就算筑基修士中招，也得当场中毒。师傅，你有飞行舟之类的东西吗？弟子这11路公交车，哪有人家御剑飞行快？也是，你没灵力，飞舟也不适合你。他叫大白，是2级妖兽，已经开了灵智，是为师的坐骑。这段时间借给你。师傅，攻击有了，阴人有了，坐骑也有了，还有没有保命的？仅此一枚百里瞬移符，捏碎瞬息百里，绝境逃命底牌。我百年珍藏，就这一张，不到死局，千万别用。见过大师兄。冰冰，恭喜你，奉师父法旨，药园组建5备队，本队长钦点你入队。原主早已神识传音，命我全程护你安危。5备期间，我可死，你不可伤。这姑娘对比宗门那群吃男人的狐狸精，简直是清流天花板。冰冰好姐妹，太够意思了，来抱一个庆祝一下。大师兄万万不可，我不修阴阳之道，绝不双修。且您是毒修体质，近身极为凶险，万万不可逾矩。我靠，
老子就是单纯感动想友好拥抱，你直接给我脑补成双修，还顺带嫌弃我独修体质。行了行了，不报就不报，你去叫上刘海柱，我们宗门集合。大师兄，您看最前排，那些都是顶尖亲传弟子，全员天灵根、地灵根天骄，修为炼气到筑基巅峰，一旦突破金丹，即可晋升长老，自立山门。亲传身后近1000人是内门弟子，修为炼气中高端。最后边那些数量上万的武灵根杂役弟子，连进广场资格都没有。我前几日还是任人拿捏的杂役炉鼎，如今一步登天直达核心，妥妥逆袭剧本。哼，就是他，那个走了狗屎运的杂役，我真服了。凭什么他能当亲传？论天赋，论资历，我甩他10条街。听说他还是个独修，一身毒瘴，谁沾谁倒霉，真晦气。无背景无实力，只会溜须拍马抱金丹大腿上位，恶心。诸位师姐好，哥修的不是仙，是寂寞。有空约个双修切磋，咱们互不亏。惹不起我还躲不起，气死你们这群柠檬精！我操，好强的敌意！这老娘们绝对不是看上我的8块腹肌，是看我不顺眼，妥妥的针对局。诸位皆知，我宗截获青云宗大批仙苗，修行本就是逆天夺运，青云宗资源落到我宗弟子手中，便是你们进阶的机缘。如今青云宗怀恨肆意报复，欲夺走你们机缘，断你们修行，尔等可愿意？不愿意！太离谱了，抢了别人资源，占了别人好处，现在还说理直气壮，大义凛然。既不愿，便直谏守宗，以战止戈，全线开启5倍值守，抵御青云宗来犯。外门大长老李希月即刻颁布5倍任务。这女人是真想借机除掉我。外门弟子全员结阵留守宗门，死守阵基；内门弟子轮值把守所有关隘。各殿堂亲传弟子以堂口为单位编组，巡逻宗门外围千里疆域，重点追查我宗下辖访市集镇。要员亲传李二狗，你独自一人自成一队，值守南疆最远红楼坊寺，节接青云宗势力边界。行，你们玩阴的是吧？老子记住了，这破巡视任务到了地界，老子直接撂挑子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你就是李二狗？哪儿来的野狗拦路乱叫？大师兄慎言，他是外门大长老李希月亲传好好，炼气大圆满，半步筑基天骄。你就是好好，李长老相好，咱们算一路人。失敬失敬，出宗后可敢与我单独一战？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凡人废物，凭什么做亲传之位？他修为多少？野外私斗打死有惩罚吗？炼气大圆满，野外私斗只要不打死不废修为，便不予追责。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就是宗门生死擂台，签生死状。想打架可以上宗门生死擂台，签生死状，输赢各安天命。不过不赌临时的架，老子从来不打，就带赌注。一个灵修为凡人敢约战半步筑基天骄，还赌灵石，纯粹找死！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！大师兄万万不可，原主有令，严禁你与任何人上擂台比试，太危险了。好哥，打他呀！一个凡人怕什么？打，跟他打，让这废物认清自己，一个杂役逆袭的垃圾也配占亲传席位？好师兄出手，吊打这吃软饭的舔狗！打就打，我陪你玩到底，赌注随你开。看我坑不死你们！要员全做庄，押好好赢1赔1，押我赢1赔10。蔡冰冰记账，刘海柱收零食，公开透明，绝不赖账。去你的！压你我裤衩不得赔光？对，咱们就押好好师兄赢。你们大师兄的话作数吗？执行命令。大师兄所言，便是药元所言。药元全担保，赌局有效，绝不赖账。来人，取1万零食押好好赢。是。清河，我倒要看看
这次你如何收场？10位职官，每人下注3000灵石，总计3万灵石，全员压好好胜。大师兄，总压注统计完毕，压好好赢，总计177683块下品灵石，压您赢的0块。你看他的脸绿的，不会真以为会有傻子压他赢吧？就是，等他输光他师傅加点儿，看他怎么收场。这么不给面子，老子这么帅就没人赌我赢，我梭哈我自己。你们俩压了没？压你赢，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？把你们身上灵石全借我，老子要满仓梭哈。生死擂台禁止使用一切外力宝物，只准许凭借自身随身武器对决，一方认输，另一方禁止补刀。现在对决开始。凡人废物，亮出你的兵器，我让你3招。老子是毒修，不靠兵器杀人。你最好睁大眼睛看好了，看剑！就这就是毒修手段，糊弄小孩子呢，随便就能挡住。完了，灵石稳赚不赔。糟糕！炼气圆满的天骄被一个灵修为凡人秒了！不可能，炼气圆满怎么会被凡人秒了？这毒修秘术也太变态了，根本没法防。我们全输了，10几万灵石全没了。别愣着了，赶紧宣判结果。再慢点儿，我这战壕驴友可就真成云友了。此战耀元亲传李二狗胜。走，回耀元数灵石。什么红楼坊市巡逻，什么宗门任务，老子今天心情不好，统统延后。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要是失手被击杀，为师100年毒疾，找谁来解？下次再敢肆意妄为，定不轻饶。苍天啊，大地呢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等我出去就跑。大白，出来干活。点猫，起飞，直奔南疆红楼坊市，速度拉满，早去早收工。江湖，我他娘来了！